市局指派石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儿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刚才是他亲自给我打的电话，关洪峰顾问的身份又恢复了。 于情于理于规定，你现在都应该暂时的停止工作。可是话里话外，我也听出来了，之前虽然是海港支队一直在调查，但我敢肯定，你不想置身事外。这样吧，这些日子呢，你的时间就自己安排。听说那边正在尸检，你想干什么？ 我也不管，我也管不了。小乖，小周，你们俩尽量多陪着他。我看道上说，你们俩是校友，我可不希望这个时候小周出现什么问题。你们先去忙吧。 是局长，您特意找我回来，就是为了确保小周不会出什么事儿。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小赵的事情，你的任务和他差不多，在中间加一个稿子就可以了。小周，哎。 郭老师，早点回去休息，啊！我也先回去了。刚才师局他回去早点休息吧。您放心，我就是去海港支队那边问问法医有没有什么结果。好吧，那我先走了。嗯。走。 你父亲的直接死因是继发性器官衰竭。那这些毒物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技术队从他办公桌上的那杯饮料中提取到了同样的毒物，两个样本的成分配比完全相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喝的那杯饮料被投了毒。要我说啊，
这个制毒的人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背景。另一方面，所有的有毒成分都可以从正常渠道购买的原材料中萃取出来。但毕竟这些东西是有剧毒的，原材料就这么容易购买，那萃取过程不会很复杂吗？当然，而且大部分含量比较低，萃取出来很费劲。可能从化工原料中萃取更容易，但是这部分呢，我就不大清楚。可，您怎么就知道凶手一定是从原料当中萃取的呢？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毒物实验室当中偷的这些啊？应该不会。如果是从实验室偷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纯度更高。譬如说，尸检中发现的硒含有过量的有机硒，这是很多化工和农副产品都含有的。如果是从实验室偷提纯的成品，不如直接用亚锡酸来的更有效。那如果我们逐一排查周围有购买这些原材料萃取物的企业，有没有可能找到线索？关于这部分，我想你们的官队比我更有发言权。好，谢谢何法医啊。谢谢您啊。不客气。法官，来了。领导，咱们这码的什么局啊？也不告诉我一声。叶方舟现在跟只疯狗似的，老刘也牺牲了，他要被拘起来了。咱们长风支队整个已经瘫痪了。几年前，刘长勇在咱们支队内部做了全面的毒质调查，虽然提出了叶方舟，但恐怕还是遗留下了腐败分子。叶方舟呢，只是个中间环节，他所涉及的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据我们所找的情况推断，这个组织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而且利用多种腐化手段，已经渗透进公安系统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和保护伞。现在有证据表明，他们早就有加害支队领导的意图。之前周迅在私下里也跟我说过这事。这么大的一盘棋，你自己下得好吗？看我的造化吧！由于牵扯到内部人员，在没有完全摸清他们的情况之前，我们决定了先不要大吵进社。可是，没想到，这事风险太大。法官，只有咱们俩是无牵无挂。我希望能把刘长勇和他闺女从这事儿里面撇出去。从这些材料当中，我找到一个共同点，很可能牵扯到……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别碰这事儿。没几天就退休了，你瞎掺和什么？你少给我耍三星子！我刘长勇也是堂堂正正的副支队长，这件事我管定了。行，你管啊！告诉你刘长勇，你他妈这是找死！我回办公室之后，我一想，这光吵架没用啊，干脆我就把顾局的想法直接告诉他算了。我回找他，老刘，但是他不在。老刘，嘿，哎，老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咱哥俩溜达溜达去。刘长勇的牺牲
是我们都没想到的意外。对，但据我判断，其实他们那杯奶茶想毒死的人是我。这也是我绝对没想到的。过去，老赵，我们俩单聊两句，啊。我先走了。我算是明白了，人的主观意识真的是很奇妙。自打我识破你们哥俩这把戏之后，谁是谁，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既然说过不相信我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不戳穿我呀？你没和他说什么吧？那就好。有俩事儿，我想问问你。第一，你们哥俩为什么要互换身份到支队来？虽然你学的越来越像，他不嫌风险太大吗？你记得有一次跟我哥出任务吗？也就是500牺牲他受伤的那一次，在一个黑暗的集装箱里，他留下了后遗症。不会是说他现在怕黑吧？医学上好像管这个叫什么感光性癫痫的逆反应。原来如此。啊，这第二个问题，从那次他在火车站逃跑，我就觉得他背后有人帮他。那时候你在江州，换句话说，是有人，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在暗中协助着你们。那些人是谁呀？有没有支队的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出手相助的，不但冒了极大的风险，而且也是坚信我是被冤枉的。也许你这么问没有恶意，但是如果我说了，就等于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出卖朋友的事我干不了。够仗义，但我也想告诉你，有时候越亲近的人，也不见得可信，包括你哥。213的物证我让小周调出来了，本来昨儿想给你看的，我知道你一定感兴趣。关队，小周还没走吧？还在办公室呢，说有些事儿需要处理。对了，海港那边的状况，碰的结果……没事，我自己问他吧。
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王哥，房屋证。来，签个字。好嘞。谢谢啊。关队，哎，小王，小周刚才把物证还回来了吗？还回来了，你俩前后脚的事儿。行，你让我进来一下。哎。啊，是这样，小周不知道，我们刚才在勘验物证的时候，不小心把桌上的胶水给洒了。你赶紧查一下密封袋封好了没有，我怕污染物证。哎哎哎，就这个箱子。哎，给您。呀，这个小周呀，真是的，看物证的时候怎么能把胶水放边上呢？粗心大意。小周做事也不小心着点儿，天到晚毛手毛脚的，哎。看来没问题，是，没有问题。虚惊一场。哎，等一等。哎，好嘞，好嘞。那您慢点啊。小周。喂，我有事跟你说，天台见。你在哪儿？喂，喂，有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见得可信，包括你哥。王宇，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你会怎么办？谁他妈叫你小白白的？你想死别拽身上！你这么做给我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我真的没事，我压根就没去过那狗屁小区，我是警察，只相信正义。他们俩这算不算杀人呢？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周世东死了怎么办？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必须有牺牲的精神和觉悟。没想到你作为一个警察，竟然这么狠。就算你是我弟弟，我一样会把你送进去。你知道秦卫东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那一刀是谁扎的？你知道那30多刀是他妈谁划的吗？我所来自首。你挺聪明是吧？你一个不小心，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那我应该怎么死的？别再跟我提了。你是刻意在向我隐瞒一些事情。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真的怕我一露马脚，我就毁了你的一切。我们这种自作聪明就变成自投罗网了。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我还像正常人吗？我毕竟不是你，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提心吊胆。你呢？你有替我考虑？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清楚我是冤枉的。像被冤枉的这件事，你知道的比任何人，可你一个字都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那星星为我背对夜，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相信我，我真的没杀人。为什么在这交接？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你疯了！面门惨，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的 DNA 跟我的相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吴征一家5口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陷害我？你说话呀！你把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根本不是什么狗屁恐惧症，是你心里有鬼。关洪峰，我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没有杀害吴征一家5口。可你敢吗？啊！你他妈说话呀！我希望你还是能冷静一下。就算是你刚才猜的是真的，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眼下这个状况，大哥还不满意吗？大哥是想收拾烂摊子，没想搞出更多的首尾，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关老师？学院派精英，人也挺和善，有点高冷。那你觉得他来队里做顾问，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估计，他是想找机会接近他弟弟的案子吧。
不过这在队里也不算什么秘密啊。他弟弟的案子我不了解，但是不管真相怎么样，毕竟是亲兄弟嘛。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发现他异于常人的缜密、严谨、理智。这样一想想，他因为当初被禁止调查关宏宇的案子，愤而辞职，很蹊跷。怎么讲？你看我就明白了。就因为我是队里的现职刑警，再加上周队的嫌疑又大，所以我爸的案子就被移交给海港支队了。那当初如果关老师没有辞职的话，那他弟弟的案子恐怕也移交给其他的分院局了。那如果他再想接触这个案子，岂不是就更难了？关队，这是通过海港支队的毒物检测结果，找出了本市所有拥有这些毒物萃取原材料的化工企业，打算对这几家进行排查。这么多家企业，就排查这几家？我先挑选出了在相同或相似的时间里同时购买这些萃取原材料的企业，再通过萃取原材料的用途和企业的生产范围之间的对比，把排查范围逐渐缩小到了这3家。一起去看看吧。好。你他们怎么才来啊？现在情况紧急，我也不好脱身。大哥现在什么意思啊？大哥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到处给你擦屁股。他让我接到你之后，马上跟他联系。别怪我，兄弟，你要怪就怪大哥不该派你来杀我。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孩子，接上那小子了吗？可别让他跑了。腿长在我身上，现在这事儿，他说了可不算了。行啊，有你的。不过你可想清楚了，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跟大哥最好还是祈祷我能安全。被你们杀和被公安抓，你猜我会选哪一个？动动脑子，如果把你杀了，关宏宇肯定会意识到你是被灭了口，背后还有其他的人。留你活着，大家反而更安全。而且你心里最清楚，眼下这个形势，只有大哥有能力送你安全离开，甚至出境。行，只要你们安全送我离开金港，我就能交出关宏宇。这个提议倒还有趣，不过你最好先收拾掉首尾。什么首尾？化工厂的黄山，还有长春的乔瞎子，这2个人都是可以直接支撑你的。黄山还好说，可是乔森他们，大哥已经派娃娃去解决乔森了，你只要把黄山料理好就行了。喂，怎么样了？刚找，有点扎手。不用了，马上回来。啊，别急呀，半天时间，我最多就需要半天时间。大哥让你马上回来。啊，这不需要我替那些叶子小子收拾残局吗？不需要了，你回来把他收拾掉就行了。
傅，龙家机场。谢谢了，好，再见。那现在应该就剩这一家了。天快黑了，关老师，您看我们要不要先回队里，明天再来查？别废话了，接着查，赶紧上车。走。我说叶青，你让我干的事我都给你干了，你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郝然，我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走。是叶方舟的车，走，小心一点。关队，没事吧？没事，可能有点累，快去查车，别搞我。跪！嗨，他们姓叶的。你他妈卸磨杀驴呀你！咱先不说你以前白粉生意赚了多少钱，就说你想害死公安，叫我配毒药，哎，毒药我也给你配了，你也得手了，你他妈现在对我这样，啊，有种的，你叫老大过来给咱评评理。黄山，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杀驴，就是大哥的意思。不可能，不可能！我有手艺，不像你四处惹事儿。你有什么本事你？就算是，一定要先除掉你这个麻烦。没错，我现在是很麻烦，所以我找你来顶包。叶方舟，你的罪，谁都替代不了。周书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要再继续假惺惺的了。我没有想过你爸会喝那杯奶茶。不要再说了。没错，当初是你爸害我离开警队的。但是就算为了你，我也没有想过害他。你以为你害的是其他人，我就会原谅你吗？书童，你听我说。闭嘴！把枪放下，你也别动。叶方舟，把枪放下。师姐，快去叫增援！你别动！我答应过不伤害你，但是别人我可不管。你敢？你怎么看我敢不敢？叶方舟！师姐，快去叫增援！王老师，没事吧？快追！待在这儿别动，增援马上就到了。快追！
周书童，我对你处处忍让，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里逼？你不好好想想你自己做过的事，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周书童，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没错，我他妈是不是好人？但是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单纯吗？啊，对了，还有你敬爱的那个关老师，他给你。谁？师姐，关老师。你，我送你一程。你不是警察，你哪头的？都算不上，帮朋友个忙。兄弟，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高手，放我一把，黄某日后知恩图报。可你看，我都来了。你再不让来，他妈怪我不客气。登城上路这种事，不用客气。啊，对了，还有你敬爱的那个关老师，他给你。谁？师姐，关老师，
送你一程。你不是警察，你哪头的？都算不上，帮朋友个忙。兄弟，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高手，放我一把，还我日后知恩图报。可你看，我都来了，你再不让开，你他妈怪我不客气。登城上路这种事儿，不用客气。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一切。爸，谢谢你。官，据说这次投毒是针对你的，要不是刘长勇，估计下面躺的就是你了。你还真是幸运啊！每次到了危险的时候，都有人出来替你扛。你怎么样？这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证明了我的清白。谁不希望过普通人的日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其他人能过上这种生活，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支队就是个家庭，一家人嘛，各自难免揣着点小心思。但是咱们不能忘了，大家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在各种辅助的工作当中，甚至在根本没人知道的某些工作中。老刘在他的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了，他的牺牲对于我们来说，像是失去了家人。老关，
有些事儿咱哥俩得好好聊聊了。老虎该喂了。行，那我在支队等你。原来剩下这本附卷一直藏在你的车上。看过了。是我哥陷害的我。看来我怀疑的没错。他老实说，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这么做恐怕另有苦衷。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真的是他陷害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把你我先拿走了。别，看完我就还你。喂，老关，趁着天亮，你快点。知道了，我吃完饭的。你为什么陷害我？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是你心里有鬼。我敢堂堂正正的说，我根本没有杀害吴正一家五口，可你敢吗？啊！每次当有危险的时候，都有人出来替你扛。哎，管队，您看见小周了吗？没有，怎么了？哦，他今天啊又重新的勘验了一遍213灭门案的一些物证，他找我帮忙，说看这工具箱里面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后来啊，我打电话给这生产厂商了，还确实有，而且呢这批号啊也在这儿，其他东西都是齐的，就是少了一样，手电筒。他好像总是觉得这丢失的东西跟凶手有什么关系。我帮你转交给他吧。嗯。
你哥市局的人刚把他铐走的。你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是不是？红宇，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哥，我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的陷害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兄弟俩所背负的一切，都必须由你们两个共同来面对。咱们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勇敢的、有担当的，能在阳光下看着他长大的父亲。你说呢？我到了，你在哪儿？你迟到了，关队长。今天路上有点堵，我跟你说，别跟我卖关子，否则我可不奉陪。向前走1个路口，我得确保你没被跟踪。你给我滚蛋！500中了你一枪，然后被车碾死了，对吧？你到底是谁？向前走1个路口，你就能知道是谁拿走了你的枪。哎，这家伙怎么了？想巅峰啊？不知道，咱们到省市了。那现在怎么办？等消息吧，先把他扛走。110吗？我要报案。不接电话。
还没联系上关队啊？没有。你认识他？啊？谁？我不认识，不认识。哥，这照片给你一张，拿好了啊。哎呀，光哥，洗好了。哦，对了，把今天的监控资料借我查一下。好的，光哥。光哥，您拿好。好，慢走，光哥。哎呦，关队，关队，你可回来了！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啊，鞭炮声太吵了，没听见手机响。凶器找着了？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关队，结果比对出来了。谁呀？什么看看？怎么会这么快？哥，你听我说，其实当时我……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洪峰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作为直系亲属，你必须要回避。相信我，我真的没杀人。我现在该怎么做？哥，你想想办法。喂，我是关洪峰。怎么堵成这样了？总队，B07呼叫。B07，请讲。我们行驶到环线路封闭隧道中段，前方道路拥堵，是否需要应对处置？前方道路是否完全拥堵？是，好像有肇事车辆。B07，按常规处置预案，引导车流，尽快驶离肇事路段。B07收到。下车。怎么回事啊？这是？你们下车来帮忙！你们的车往前开，别挡在这儿！别挡路，别挡路！来，前面动一动，动一动！快点，快点！前面动一动！怎么回事？动一动！快点！别停在这儿！把车往旁边开！快点！怎么回事？动一动！快点！哎！别跑！别跑！站住！追！快！哎！别跑！别跑！别跑！站住！站住！追！别跑！快追！站住！停下！站住！停下！别跑！站住！站住！谁？太黑了！走！你看这汗水的。关队，总队拘传你回去调查，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别为难哥几个，老实待着。劲儿还挺大的，门都撞坏了。
就5分钟，不许谈论任何与调查有关的事儿。领导有交代，周队，你应该懂的。我明白。开门。01年，对，01年1月27号晚上10点多钟，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丰庄路东口，大部分的店面都关门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赶着回家过年。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岔路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还在地区队做探员，刚从警校毕业，很不适应跟那些小小之徒还有无耻之辈打交道。只要有什么事儿，只会用武力解决。我最高纪录是同一天打伤了流窜作案的强奸犯，强奸犯请来的律师，律师找来的假证人，还有西部队的一个探员。那个时候我眼白浑浊，皮肤粗糙，估计还有口臭。除了抽烟喝酒，我厌恶所有的一切事物，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深夜倒在床上，不把自己喝得完全没有了意识，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让人绝望而想哭。恰逢其时，作为市局指定的种子选手，骑着3级运载火箭的关宏峰，你出现了。你一路平步青云，28岁就代替刘长勇做了地区队的指挥，而我因为打人被停了职。刚当上副支队的刘长勇想借此机会把我沉到派出所，或者干脆把我从警察队伍里开除了。我也抱着打牙一顿脱衣服走人的想法，干脆放开了心。我整天无所事事，2手插兜在支队门口逛荡，等着劫持同事下班陪我去喝酒。那天晚上，我忍着宿醉的头躺在街上游荡。你戴了一条跟上衣极其不搭的紫色的围巾，被一个卖簸箕的老太太揪着在那理论。01年长芬分局1半的庆功会都是为你开的，整个公安系统都认得你关宏峰这张脸。老太太说你把她的簸箕筐撞倒了，让你赔5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旁边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在那议论，说明明是老太太自己没站稳，却要讹诈你这过路的小伙子。他们俩也对这事儿特别气愤，但没打算为你出手。你帮老太太捡回了簸箕，搁在筐里，
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我是从路西口过来的，我走的是右道，离你2米多，不可能碰着你的。那时候你，就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警察一样，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亲民一家亲的宣传海报。你对牛弹了半天琴，老太太根本不说理，最后发起了眼泪攻势。你盯着那个瘦小枯干的讹诈者愣了几秒钟，平静地掏出了50块钱。老太太刚要接，我过去了，我盯着她，她把手缩回去了。也有可能这个受处分和受表彰都一样，都可以名扬天下。嘿，你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把钱塞给老太太，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段，跟我说：“这样不解决问题。”嘿，当时我对你这个警衔比我大2级的同龄人，我很是不以为然啊。你不说对不对，好不好？光讨论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我顶烦你们这号。你可能闻到了我身上隔夜的酒气，你跟我说了一声：“走，我请你吃顿饭吧。”饭很得味，汤很浓，就是没酒。其实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没有喝酒。一顿饭让我们彼此熟悉了很多。结账的时候，我打着饱嗝对你说：“你这么纵容他，会让这些无赖横行的。”你诚恳地点点头，接受了我的指责。然后你把饭菜打好包塞给我，对我说了一句：“要继续想干刑警，明儿找你去报道。”我叼着牙签儿，恢复了那张不掉全宇宙的脸。我记得我问了你一句：“我凭什么跟你混？”你也没理我。你把围巾叠好了，塞进包里，淡淡的跟我说了一句：“因为你没得选择。”之后的10年里面，我跟你学会了什么时候可以按兵不动，什么时候可以超保和攻击。我不再痛恨周遭的一切，包括我自己。2年之后，哥们做了北部地区的队长。同年，你被调到了龙达派出所当副所长。1年之后，你又回到了支队。你在刘长勇祭火中烧的目光中，直升支队一把手。2个星期后，我辞掉了北部队的职务，降级升调支队长助理。老关，咱们兄弟15年了，可以说没有你关洪峰，也就没有我周群的今天。15年啊！操！我居然没有交下你这个朋友。
你一个人还敢去支队啊？不怕到了天黑回不来啊？做人走人路，撞鬼踏鬼途，我也该趟趟晚上的道。你恨我吗？你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能有一个孪生兄弟的几率有多大吗？从小到大，虽然咱俩有相同的外形、相同的声音，甚至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但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对吗？如果说异母同胞是缘分的话，那咱俩并肩能走到今天，那就是造化。你听着，我不知道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更不知道你对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换我是你的话，或者说有一天你要是沦落到我这个地步的话，我是绝不会抛下你不管的。